3月28日，张家界不准农民自己炒茶的一则消息，直接让社会各界炸锅。大家都表示不理解，不允许茶农炒茶，那茶该由谁来炒？这里是知识 TNT。禁炒的消息是3月28日在网上流传的。网友发布的照片显示，张家界当地某茶农家里的炒茶设备贴上了封条。第二日，当地农业农村局的工作人员表示，面向散户的整治行动正在开展，具体负责的是煤茶发展服务中心，在张家界煤茶是重点发展项目。记者后来采访了发展服务中心的负责人，他给出了炒茶设备被贴上封条的缘由：整个市场不规范，且茶农们此前售出的茶叶出现过纠纷，所以为了改善状况，消除质量上的隐患，张家界当地展开了专项整治行动。煤茶属于藤茶的一种，在张家界的武陵山区有广泛分布。公开资料显示，这种茶叶含有丰富的黄酮，精液中的黄酮含量达到26%，茶叶芽尖区域黄酮的含量接近44%。不管黄酮的具体功效是什么，总之，相比于其他茶叶，这是张家界当地推广和宣传煤茶独特的一个卖点。近几年，当地政府想依托茶资源优势，将其打造成更大的品牌。人们到超市买茶，不管是龙井、普洱还是毛尖，这些名称都不是品牌，而是广义上的地域标识，即告诉人们这种茶叶产自哪里。这样一来，就使得大量的茶叶没有品牌包装，而且越是卖得贵的茶叶，似乎越是没有明确的品牌标识。传统的制售模式是茶农们分散经营，一旦建立品牌，并且想把品牌经营强大，势必就得接受现代市场经营运营下的规则。炒制好的茶叶如何分类和规范，如何设立档次，如何确保茶叶在同一个品牌下规范销售，都是一个系统性的问题。茶叶也要靠牌子。茶叶本身没有门类，但只要有了销售和市场，有了大规模经营，它便会逐渐产生门类。茶农炒制茶叶只有门类，而没有具体的属性乃至商标。张家界的煤茶就有商标，为了经营好这个品牌和商标，根据媒体的调查发现，当地正在采取一种分级化入场模式，食品经营许可和生产许可是坐标，制售茶叶按照坐标分门别类即可。这种运作模式下，茶叶依照品牌销售，自然能远销进入更大的市场。而且当经营达到一定规模后，该类型企业本身就拥有了更多的资源，外地采购商来进货的时候，也是和这一类经营者对接。显然，对于个体茶农来说，他们因为资源有限，达不到这样的经营级别，那么摆在他们面前的就有两种选择：一种是成为大的经营者，一种则是归附于大的经营者。要成为大的经营者，势必就得按照生产标准来规范化经营，所以茶农们就得去申请办理食品经营和生产两个关键的证件。当然，对单一的茶农来说，特意去申办证件显得没必要，所以当地的茶农实际上可以自行联合起来，组成一个合作社或者是规模化的企业。多家合并经营，在申办许可证后，按照规范化的标准生产，就等于自己从散户变成了大的经营者。未来茶叶可以依照品牌商标进入更大的市场。第二种选择是加入到已有的大经营团队中，有的茶农没有资源，或者是单纯不想参与更大的经营，那么他可以和现有的大经营者合作。张家界当地也表示，那些已经形成规模的龙头企业会跟个体茶农们签订长期的收购订单，大的经营者会用更高的价格收购茶农的鲜叶。按照这种经营模式，茶农不再是独立的生产个体，而是成了大经营者制售茶叶的一个环节，或者确切一点说，是茶叶原材料的供应者。按照品牌化经营的设想，个体茶农在未来要么成为大经营者，要么就依附于大的企业成为具体的生产者。究竟怎么选择，就要看茶农们自己了。茶农散户还有竞争力吗？国内某些商品存在一个很奇妙的现象，就是在销售广告中会融入一些非市场化经营个体传统制售的元素，比如某铁锅、某食用油，以及前几年火热过的某罐茶。商家在广告中都放大了个体的制作程序，给人营造出了一种它不是批量化生产，而是私人定制的效果。这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部分消费者的想象和需求。但实际情况是，所有市面上有明确品牌的商品，因为批量化的生产规模很大，再加上有统一的生产标准，商品本身就不可能是个体化的制作。
就像此前的某罐茶一再在广告中宣称他们的炒茶师傅只有几个人，可另一方面又突出茶叶的销量很广，所以有人就调侃过，几位炒茶师傅即便24小时工作，也不能满足庞大的市场需求。也就是说，只要是市场化和品牌化的商品，它就一定抛弃了个体化的制售模式，因为个体化的制作标准和效率远远达不到市场需求，而且也不能保证质量上的统一。正因为如此，像张家界此次出现的争议，就是个体茶农和品牌化经营之间的博弈。想进入更大的市场，就得摒弃和革新原来的个体化制售模式，而要想继续保留原来的生产模式，就难以做到品牌化经营。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，张家界当地此前已经将梅茶申请成为了地理商标，而且去年各地还有其他梅茶打着张家界梅茶的名号出售，被以侵权而查处。这些都能说明当地想把梅茶打造成更大更完善品牌体系。张家界近年来已经在大力做这件事了，湖南湘西州永顺县也想打造。不过在当地政府看来，他们因为品牌化经营意识起步较晚，所以现在发展的难度就更大了。因为当地的经营还是家庭作坊式和散户炒制，产品质量没有统一的标准，也不能保证加工质量，这样出来的茶叶良莠不齐，无法进入更大的市场流通。而要想规模化发展，就得去除散而化的制售模式。永顺县近年来也在走张家界的品牌化道路，但能不能产生更好的效果，现在还是未知数。知识 TNT， 专注你不知道的食物科普，我们下期再见。